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移民官还停留在10年前的刻板印象，觉得他们还在靠肉眼一行行审核 PDF， 觉得随便改个工资单，找人批个海外学历证书，或者找个空壳公司挂靠一下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蒙混过关。今天我要彻底撕开这些灰产的遮羞布，告诉你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。新加坡 ICA 早就完成了底层的数字化重构，全面引入 AI 和大数据交叉比对之后，那些市面上号称天衣无缝的包装手段，在冷酷的算法眼里根本就是在裸奔。这套投入巨资打造的 AI 系统到底有多可怕？它是怎么在毫秒之间精准捕获造假者的？为什么说在当下的新加坡，任何形式的材料造假无异于自掘坟墓？过去这几年，大家都真切地感受到，新加坡的 P2 和 EP 申请门槛在不断拉高，配额收紧，竞争极其内卷，市面上也因此催生了一大批号称能帮你背景提升、包装履历的灰色中介。在以前的数据孤岛时代，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还没有完全打通，那时候如果你弄一张高仿的海外大学文凭，或者让一家空壳公司给你开一份虚假的高薪证明，确实存在极小概率能钻空子。因为人工审核受限于签证官的个人经历、情绪波动以及跨部门沟通的壁垒，存在天然的盲区。每天面对数以万计、堆积如山的纸质档案和电子表格，即便是最负责任的签证官，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地去核实每一个细节。但现在，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进 Smart Nation 智慧国度战略，投入了数十亿新币进行数字化转型，其中最核心的底层动作就是政务数据的全面上云与互联互通。你以为提交给 ICA 的只是一份几十页的电子申请表，在 AI 系统的架构里，那根本不是静态的文字，而是一串需要经过数万次交叉验证的动态数据节点。如今的 ICA 早就不是在孤军奋战，它的后台与 MOM 人力部、IRAS 税务局、CPF 公积金局，甚至各大商业银行、本地公立医院和海外学历机构的数据库彻底打通，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且实时更新的政务数据湖。这套引入的 AI 系统不仅吞吐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真实案例与造假卷宗，完成了深度机器学习，建立起极其复杂的风险评估模型，它还具备极强的异常特征提取能力。当你的 SingPass 授权登录，点击确认提交，材料被上传的那一刻，一场毫无死角的数字体检就已经在云端启动。人工审核可能会因为疲劳漏看一个小数点，或者因为主观判断产生偏差，但冷酷的算法绝对不会漏掉任何一个逻辑断层。它不需要休息，不需要喝咖啡，它只会以每秒数百万次的运算速度，把你过去几年的生活轨迹翻个底朝天。那么，这套系统具体是如何扒下造假者底裤的？它是怎么从看似完美的材料中找到致命破绽的？我们从3个技术维度来看看 AI 是怎么把这些所谓的高端包装材料按在地上摩擦的。首先是数字图像取证与元数据解析技术。很多中介忽悠你说，找个技术牛逼的美工，把工资单上的数字精修一下，或者把银行流水单上的名字替换掉，再导出成 PDF 就天衣无缝了。但在 AI 系统面前，这种做法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。系统根本不看肉眼可见的排版和字体，它直接读取文件的底层元数据，也就是 metadata。 你用了什么版本的修图软件，修改的具体时间戳是什么，文件经历了多少次保存，甚至是由哪台电脑的哪个 MAC 地址生成的，全都在后台一览无余。更狠的是， AI 还会进行错误级别分析，也就是 ELA 检测。图片上哪怕只有一个数字是后来合成的，它周围的像素压缩率、噪点分布以及边缘锐度跟原图是完全不同的。在算法的可视化热力图界面下，造假区域就像黑夜里的高功率探照灯一样刺眼。其次，最致命的一环是跨部门的数据交叉验证。在新加坡， SingPass 就是你的超级数字身份，它绑定了你所有的政务行为。当你向 ICA 提交申请时， AI 会通过 API 接口瞬间去 IRAS 调取你过去5年的个人所得税记录，去 CPF Board 拉取你的公积金明细，接着去 ACRA 启发局查验雇佣你的公司资质，最后是全球学历的实时联网查验。 ICA 的系统直接对接了多国的权威教育数据库，比如中国的学信网，或者通过第三方跨国背调机构的 API 接口进行秒级核验。至于新加坡本地的学历，更是直接上了 OpenSource 区块链系统，
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，连造假的可能性都被从物理层面上彻底抹杀了。在 AI 强大的算力面前，任何孤立的造假都会因为无法形成完整的数据证据链而彻底崩塌。一旦红灯亮起，等待你的就不只是拒签这么简单了。很多人对造假有一种极其天真甚至愚蠢的错觉，觉得试一试无妨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最多就是 PR 申请被拒，大不了继续拿着一批准证在新加坡打工，没有任何损失。这种想法极其危险，更是对新加坡严苛法律体系的极度无知。在新加坡，向 ICA 或 MOM 等政府部门提交虚假材料，绝对不是简单的申请失败，而是触犯刑法的严重犯罪行为。新加坡政府对诚信的容忍底线极高，一旦 AI 系统锁定了你的数据异常，并固定了造假证据，等待你的将是一套极其冷酷且无法逆转的连招。首先，你的 PR 申请会被立刻驳回，并且在移民局留下永久的负面记录。紧接着， ICA 的大数据网络会自动同步给 MOM 人力部，你手头现有的 EP 或 SP 准证会被当场吊销。准证一旦失效，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，连锁反应会瞬间吞噬你在新加坡的生活。你的银行账户可能会因为失去合法居留身份而被限制交易甚至冻结，你的租房合同面临违约和巨额赔偿，你的配偶和孩子手里的家属准证也会一并失效，孩子可能会被迫从本地学校退学，你必须在规定的极短时间内，通常是几天内，打包走人离境，然后你大概率会面临警方的刑事调查。根据新加坡刑法典的相关规定，向公务员提供虚假声明或伪造文件，最高可面临数千甚至上万新币的罚款，以及长达数年的监禁。就算你侥幸免于坐牢，也会在遣返后被列入永久黑名单，终身禁止踏入新加坡半步，甚至连过境转机都不被允许。你辛辛苦苦在新加坡建立的事业、人脉、财富积累和生活圈子，瞬间清零。这时候你回头去找那个收了你几万块包装费，信誓旦旦保证没问题的中介，对不起，人家早就把你拉黑跑路，甚至连公司都注销换壳了。仔细看看你们当初签的合同，上面一定有一行极小的免责条款，申请人需保证提供材料的真实性，因材料不实产生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黑中介靠着信息差赚得盆满钵满，毫发无损，而你成了唯一的替罪羊，背上了跨国犯罪的案底，一辈子带着这个污点。在 AI 和大数据全面接管审核的今天，新加坡移民局的算法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任何试图挑战系统底线的行为，都是在拿自己的人生做赌注。所以，放弃那些走捷径、搞包装的幻想，回归本质，诚实和合规，才是你通往新加坡绿卡最快也最安全的道路。把那些打算给黑中介交的智商税省下来，去投资自己，这才是 ICA 算法和审核官真正看重的本地融入度与社会贡献值。这些真实的数据积累，才是你最坚不可摧的申请底气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